你爱我没结果，除非花手摇过我。开花到底白灵鸟儿，我不是来当帅哥的吗 ？Rise。很酥，酥酥酥酥酥酥味酥酥，笑吐了是不？土狗男孩是什么？他说狗狗也什么还能够理解，这个土狗男孩就在下金盏有何贵干？绕口令有点东西，那可不，选气长相，很舒服的烟火气。哎，这个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烟火气这种。德云社龙字科招生了。还挺感兴趣，就是相声啊、小品什么的。海花到底百灵鸟儿，看到了，海岛百灵鸟，这个我真的是印在我脑海里。土狗男孩，什么鬼？这里面你最喜欢的词是什么？我还挺喜欢土狗男孩的。现在，以后我的个人 slogan 就是土狗男孩一枚。在剧组赶通告和在创造营练习，哪个对你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创造营吧，因为其实在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剧组赶通告是件非常累的事情，因为我在刚进营前是2个剧组同时在跑，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杭州，我那时候觉得已经非常累了。直到我来到了创造营，我才发现原来当练习生比当演员还要累很多很多很多。就这2天我就开始怀疑人生，累到，就那时在想说，到底是怎么了？人啊就不能太逼自己，你得了解自己。在创造营的新手村，你觉得自己经历的最奇妙的体验是什么？我明明来的是一个男团选秀节目，但我感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正经的选秀。我说选秀节目不应该当一个帅哥，不应该像那个博远、像于根颖他们那样子唱那些 Rise 啊什么的。就是我的义工是哇哦哇哦是那种可爱的，但是我对我男团来说，我一直觉得是那种 Rise， 就是那种很炸的那种，像二创、韩老师他们那一组，我觉得应该是那样子的，但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那样子的舞台。包括我的二创也是走好笑的，然后我的二公也是走表演性质的。我觉得我不是来当帅哥的嘛，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经当过一回帅哥。所以我的3公如果还能留下来，我一定要参加一个很炸、很男团的歌曲。必须要说我来了一个男团选秀节目，必须要让大家看到我会有很男团的一面。谢强是可以很帅的。那你觉得男团特质是什么呀？帅、炸，然后可以 rise， 然后还有像我管你那样子。say 哇哦，虽然我的唱歌不行，就是他们能飙得很高，我也飙不上去，但我就是要逼自己一把。二创加上二公的舞台，你还记得自己的亮点之处在哪儿吗？二创的时候应该是我的那个 slogan 吧，就是我给导师们想了一些比较可爱的、可爱且油腻的 slogan。那你会不会担心有点土味的东西会被粉丝嫌弃？倒没有很担心，因为那时候其实讲出来的时候，主要还是为了好玩嘛。我们在排练厅里头也试过，我给大家都取了一个，包括我们里头我们二创的歌曲都有一段像 rap 一样的环节，那一段就是大家感觉做出来都不错，所以那时候觉得应该会效果挺好，但还是有点担心，怕上台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要不要来这一趴，会不会冷场？不会，气氛很热烈。感谢邓超老师拯救了我。看到大家其实反馈都不错，心里面有满足感吗？会啊，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很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所以那一天我还挺有成就感的。其实，能不能就是以甜甜蜜蜜小白粥这个方式，现场给3级 DIY 一个口号？3级？那你得给我几分钟。没事，那我们先进下一步，然后一会儿你再。那你觉得男团光是对于粉丝，就对于所有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男团我觉得，因为idol，我觉得做的是一个榜样。像我们之前做演员的时候，大家并不会去更关注你私底下的生活。我觉得作为 idol 以后，就是你各方面都要达到一个标准。除了你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粉丝们也会观察到你更喜欢你真人的那一块。就是我们从私底下就应该更高要求要去提高自己，给大家作为一个榜样的吧。我觉得演员是演别人，但是 idol 是要做好自己，演自己。来创造营之后，你最想在这里收获的3样东西是什么？最想收获的是友谊，然后想让更多人看到我，能看到我比较有趣的一面。我可能就想要的是这2个吧。那你觉得现在有收获到吗？有，我觉得我已经圆满了。就是进了二创以后，我就特别开心每天，因为我觉得我来这边，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我友谊也收获了，然后也让大家看到我有趣的一面，所以我还挺开心的。但我现在就经历了以后，经历了每一次公演后，我发现，唱歌跳舞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会觉得自己还多完成了一个目标。一开始其实舞蹈对你来说是有压力的，但现在其实对你来说你还蛮享受在这个状态里。对，意外之喜。
那如果说创造营现在可以放假一天，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去吃冰淇淋，我好想吃冰淇淋，然后能够听一些音乐，听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看一部电影。有时候晚上你不开心的时候，就很需要一部电影来治愈你。但我现在几个月，从我们上岛到现在嘛，80多天，我感觉我已经80多天没有看电影了，我90多天了，90多天没有看电影了，就特别难受，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看一部电影。唐人街探案3都播完了。对，我特别想看《你好，李焕英》。我从上岛前我就特别关注这部电影，因为我很喜欢张小斐，我很喜欢贾玲。我之前就看他们演的小品，我就特别喜欢他们。然后我之前就知道说他们有一部电影要在春节档上映，然后还看不了，好难受啊！出营第一天时间看这个，对，这部电影很火。是吗？是的，票房特别好。我就知道他们演的一定不会差。创造营也很火，就是你们在外面的关注度也很高。啊，那感觉说不定可以合作演小品了。对，就是一直以来这是你的创始人们说的话。我昨天还写了呢，他们昨天让我写写在纸上。如果粉丝们说妈妈爱你，你会怎么回？我说别爱我，没结果，除非花手摇过我。那其实还是很感谢大家的，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头还是很感谢大家的，为我撑腰的，为自己驳回一城。你是花手爱好者吗？我之前有学过，但我一直学不会。我真觉得我手跟残疾了一样，就我知道怎么做，就是这样子转，慢的我行。我不是来当帅哥的吗？你知道你在同学当中已经成为红人了吗？同学当中？对，在中传的同学当中。真假的？还有同学为你拉客这件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有几个同学是我要来创造营之前，他们说我会给你投票的，我会给你投票的。后来我发现，救命！我在同学面前从来没有说表现过我的二创的那一面。我说过呀。就是大家夸你啊，帮你投票啊，在同学拉票啥的。不露脸，一律按刘能处理。造字那个左手6，右手7。小杨值得表扬。这个其实是我一开始是我的微信的那个 slogan， 就是微信签名是小杨值得表扬。然后我们第一次公演的时候，上场前导演突然跟我说你要临时加一句什么什么你的 slogan， 我就想不出来什么，就把这个说出来了。后来我就觉得还挺好的。海花岛的小哭包，擦干眼泪，继续冲吧。这个还挺打动我的。你不吃糖也很甜。我不是甜，我是腻，油腻，酸酸甜甜的秀豆糖呀。我叫谢金阳，是个秀豆糖。我看到有很多关于我戏里头的一些评价，还挺开心的，感觉自己演的戏有人在看，然后呢被大家喜欢，突然有一点成就感了，很快乐。刷新爱豆记录，成为妲己之王。谢新阳的宣言：全营唯一油腻王，干汉堡的超级能力者，13个汉堡的记录创造者，刷新爱豆的记录，成为杂技之光，教科书级别的撒娇大师，当之无愧的汉堡王，行走的菜籽油，史诗级别的人鱼歌喉，大岛第一百灵鸟，无与伦比的谢翔，入股不亏。之前我还说过一句话，海边不敢放声歌唱，怕大家以为人鱼上岸了。多不好意思呀，已经想到了。翻开我的小日记，都是爱你小心机。在食堂推荐美食，你的推荐美食是虫草花鸡汤，为什么？最近没有了。自从我推荐是虫草花鸡汤，但自从我推荐完以后，这道菜就消失了，我再也没有喝过虫草花鸡汤。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养生嘛。你能描述下这个味道是什么吗？它主要是它里头鸡很多，它有很多肉，然后它又很舍得放那个虫草花，就是你往底下一捞，你会发现满满的料，然后包括你会感觉它里头没有加特别多的什么那种鸡汤宝啊之类的那种调味料，它就是很
很健康的一个姜，它就加了水，感觉它是很纯天然的，它没有加很多那种煲汤的原料在，你感觉喝进去很健康。包括它底下那个虫草花，它把整个汤都变得非常的那个颜色就非常好看，还有鸡油淡淡的鸡油飘在上面，你喝进去就感觉感觉今天一天就复活了。所以你觉得市场很好吃是吧？对，很好吃，但是我推荐完以后它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它。